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郑解析卡这个频道。今天看到 Bruce 就知道又是一个聊天节目了。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呢，我很喜欢买，而且眼光也不错。但其实呢，我小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打扮的，因为第一呢没有钱，第二呢没有时间。那所谓物极必反嘛，所以一旦我经济独立之后，就变本加厉，疯狂的在买哦。这一路走来呢，也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了。那我呢也总结了几条经验教训吧，今天呢就分享给大家。这些呢都是我独家总结的，外面是找不到的，希望大家喜欢，一定要看到最后啊。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 More 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郑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开始。有多少朋友呢曾经听到过如下的话术？女人呢第一个大牌包包就应该是 LV， 女人呢过了30岁就要买一个 Chanel 包包送给自己，女人呢过了40岁就要买更有质感的东西，那些便宜的快时尚品牌就不要买了。女人呢这一生都要有一件 Max Mara 的大衣，有没有？我先举手啊，我是看到听到过很多次，而且以前呢对这些话都是深信不疑的。因此呢，我还去买过一些东西啊。现在想了，我真是蠢到不行了，完全的被这些话术给 PUA 了。那大家仔细想想，这些话术呢，其实它是通过暗示你还没有，增加焦虑，告诉你别人已经有了，来显示呢你好像已经落伍了。最终目的呢，就是让你掏钱去买一个可能并不适合你，或者说你并不需要的单品，那它就达到了销售目的，不是吗？最后买回来呢，很多时候其实我并不喜欢或者并不适合我，只是因为别人已经有了，所以我也要有。把人生那么复杂宏大的一个议题简化为某件东西某个标签，其实它就是一种消费主义。我们一生呢要拥有的其实并不是某一样东西，某个包，某件大衣，而是一种可以做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买包，你也可以选择不买包，你可以选择买名牌，你也可以选择另一个环保袋，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出选择，你想要干什么。所以呢，之后呢，我听到这样的话术啊，我就会对自己说，不要再来 PUA 我绝对不会再被你们轻易的洗脑了。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到第一段啊，也希望能够提醒到大家，因为你所拥有的是你可以选择的权利，而不是任何一个单品，他们都不能够代表你。看到这些话术，直接忽略就可以啊，他们全部都是商家编出来 PUA 你，骗你钱的。第二条呢，也是我痛定思痛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那就是不要买大爆款，或者说谨慎购买大爆款。因为我之前买过的大爆款几乎每一个都被我卖掉了。比如说前一阵大火的 Chanel 22，我买了一个灰色的，背了没几次就被我卖掉了。Prada 的厚底乐福鞋当时也是红极一时，穿了没2次也被我卖掉了。Loewe 那一件超级火的 logo T， 我也是发了疯一样的想买，最后呢也是只穿了2次就把它卖掉了。所以血淋淋的教训啊，就在提醒我千万不要再头脑发热去买这些大爆款了。那为什么呢？首先你看到的大爆款99.999%都不是因为什么设计多好啊，或者是多么优雅等等，大部分的情况全部都是市场营销和广告的结果，也就是说商家投了无数钱砸出来的。我们就不举那些包包、鞋子、衣服为例子，我们就拿最近爆火的某娃娃来说，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说哪个娃娃，对不对？火遍全球，一娃难求那种那这个娃娃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呢，它其实好几年前就已经设计出来了，但是呢一直不温不火，直到前几年某位巨火的韩国女团女明星好像无心中分享了一个短视频，立刻带火了这个娃娃。看似呢这个短视频好像是无心之作，因为这个女明星本来就长得很可爱嘛，对吧？那分享娃娃也很正常啊。但大家想想看这个女明星全身上下每一个部位都是广告位，她会无心中分享一个有商业价值的娃娃？你觉得可能吗？
这才不可能呢！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商业案例。比较讨巧的是呢，合作方式看上去很自然，不像是个广告。同时呢，这个女明星的气质也和这个娃娃本身呢是契合度非常高的，所以突然就火了。其实不瞒大家说，我以前呢也没有想到，我是真的以为可能某个产品就是特别的好看，所以很多明星博主呢就是会自己去买，然后无私的分享。但现在真的我看了太多了，我就只能跟大家讲，99.999%的大爆款啊，不是因为它有多好看，就是因为商家投了无数的钱，让明星博主在同一个时间大量反复的使用。只要你打开社交媒体，打开杂志，打开报纸，就会看到这个包、这件衣服或者这个娃娃。那你看多了，你就被洗脑了，你自然也会买了。所以这些呢，只是营销的一部分啊，大家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受骗上当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在极短时间之内的大量营销，所以呢，这些大爆款的生命周期非常短。就像我前面举的例子，那个 Chanel 22啊，或者是 Prada 的厚底鞋，Loewe 的这个 Logo T 啊，不要说1年呢，哪怕就是过了1个季度啊，这些单品就已经不火了。而且呢，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你都不好意思穿，因为你知道这不是当季的新品，是过时的，所以自己穿的时候呢，也会觉得挺尴尬的，挺不自然的。不信的话，大家回想一下啊，现在街上还有多少人在背这个 Chanel 22，还有多少人在街上还穿那个 Prada 的厚底鞋，有吗？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大爆款的生命周期极短，购买就要谨慎。另外爆款呢还太容易撞衫撞包了，走到哪里都会看到有人在穿，有人在背就像校园制服一样有的时候觉得还是挺尴尬的。看似流行，其实蛮没有个性的，而且其实你也在无形中告诉别人呢，我就是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我就是跟风。当然也不是说一定不能买大爆款了，而是买之前呢，一定要静下心来问一下自己，这个东西我真的喜欢吗？我真的需要吗？我想买它只是因为大家都在背都在用吗？到底是为什么？问清楚之后，如果你还是很喜欢，还是很适合你，那我觉得是可以出手的。但是无论如何，看到大爆款一定要心生警惕，千万不要随大流去买我最近呢还在践行一个购物原则，那就是早买早享受。这句话呢，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过，是大家经常用来安慰很多朋友用全价买了产品，大家就很 accurate 的说没事，早买早享受。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这句话是包含深刻道理的。以前我买东西总是蛮犹豫的，我就会想，全价买没有打折啊，我是不是个冤大头啊？要不要等到打折的时候再买再观望观望吧。但后来呢，我发现我以为我自己省了钱但是呢，其实我把那份穿搭的快乐给省掉了，直接错过了当下的那一份状态很好、特别美的那种体验。最后呢，等来等去，等到打折，其实也没有省多少钱。而且打折的时候买东西呢，还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打折的时候呢，可能你喜欢的这条裙子没有码了，或者是没有颜色了，你等了半天，等于白等，心情还会变得很差。第二呢，是因为打折季呢，一般都是在季末，比如说现在是7、8月份了，对吧？那这时候呢，已经是夏季开始打折，但是这些东西你穿不了多久夏天就要过去了，到8月中，大家就开始陆陆续续购入了早秋的单品，开始穿秋装了。等于说你打折买回来的夏装穿不了多久，就要束之高阁。等到明年此时拿出来穿你就会发现，好像心情不一样了，不想穿了，风格不一样了。或者说流行趋势也变了，更有可能身材也变了，或者说就是想法不一样了，我就不太可能再想去穿去年的衣服，大家肯定紧着今年的新衣服穿，对不对？所以呢，你的衣服买回来看上去好像是买便宜了，但是呢，你的利用率反而是降低了，那其实更是一种负担，更是一种浪费，不是吗？所以吧，早买早享受，早点下手买下自己心仪的那条裙子或者是那件上衣等等，早早穿上出门，享受那一份当下的快感。哇，我好美哇，我状态好好哇，你看我今天整个人神采飞扬。这种活在当下的快乐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总之吧，早买早搭配，早出门，早美丽，早享受，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购物原则。别等喜欢就买，早点买，早点穿，千万不要为了省钱，钱呢是可以赚的，
但是这一个 moment 过去了，没有就是没有了。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我年轻的时候呢，曾经买过很多很贵的东西啊，什么 Chanel 啊、Gucci 啊、LV 啊都买过，就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收集每一个大牌。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到了我这个年纪，我就会发现，我年轻时买的所有的这些大牌，没有一件是留下来的，要么送人了，要么转卖卖掉了。我的总结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不要买太贵重的东西。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当你在20岁出头的时候，你的人生、职业还有你的社交圈都在飞速的变化，你的审美风格也在不停的改变。比如说我在20岁出头的时候是乖乖女形象，没过2年呢，我就是个反叛的辣妹，再过几年呢，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公主，再之后呢，就是非常端庄的职场风，一直到我现在这种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风格的风格，对吧？你会看到其实人在20岁到40岁之间这个风格其实是很有可能在剧烈变化的。风格不一样，你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很年轻的时候投资很多钱买的大牌，到了40-50岁极有可能不再喜欢了，那就很可能会浪费掉。所以真的是不是很值得在年轻的时候就一掷千金去买那些大牌。第二个原因呢，是很多年轻的女生她们去买那些大牌，一般都会去买最经典的款式，比如说 Chanel 的那个 Classic Flap 这个包包，对吧？但是呢，其实这种大牌的经典款式是适合有一些阅历的女生才能够驾驭的，而年纪很轻的女生呢，她其实对于驾驭这种类型的单品呢是没有足够的气场的，所以很难能够背出那种感觉来。最后呢，大部分情况都是变成衣服和包来驾驭人，而不是反过来。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年轻人嘛，钱嘛相对都会比较少，很多人就像我以前为了买一个大牌就要节衣缩食好几个月那最后发现呢，因为我节衣缩食嘛，所以我本来可能想去的一次旅行啊，或者我想报名的一个课程啊，都没有实现，因为我没有钱了嘛，去买了某大牌。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有点傻的，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吧，我觉得一个$3000的包跟一个$3000的课程相比，我觉得应该是投资课程在自己的身上会有更深远的效果。所以吧，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一掷千金买太贵的东西等你年纪慢慢上去了，风格和审美呢日趋稳定，那这时候你买的东西呢，大概率就可以用很多很多年，而且这时候你的钱也比较多一点你也可以投资更加有质感的东西。同时呢，再加上你的人慢慢变得有阅历驾驭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游刃有余。当然了，这里要说一个防杠声明因为我是工薪阶层家里也没有矿，所以买东西呢还是需要仔细考量的。如果家里有矿那就随意当我没有说。我不知道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很多时候呢，东西买回来第一感觉照镜子就觉得还行吧，颜色不错，版型好像差了一丢丢，裙子整体蛮好看的，就好像短了一丢丢，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又觉得这个还不错，要不再考虑考虑，过几天说不定就喜欢了。但是呢，大概率是到最后呢，这件单品一定是会被闲置的。我发现衣服、鞋子、包包这种东西是很诚实的。你上身如果第一眼感觉没有那么好，那么大概率这个东西你是不会再喜欢的。你放个5天10天也不会喜欢的。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因为这个第一感觉呢，它不是用你的脑子去思考的，而是用你的心去感受的，是你的身体和直觉在说话，这个时候是最准的。如果你上身那一刻就不喜欢的东西以后基本上也不会喜欢，而上身那一刻就是哇，我好美啊，那么这样的单品呢，大概率你会一直喜欢下去，这种单品呢才是真正值得留下来的。所以大家呢就不要再纠结了，相信当下的第一感觉，如果好就留下，如果不好立刻就决定退货，千万不要内耗，不要犹豫，这样的人生也会变得轻松很多。我现在买东西呢还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只买现在立刻马上就能够穿就能够用的单品。以前呢我买东西总是在想，这个东西现在穿不了，不过没关系，过3个月
到了冬天就能穿了，现在价格蛮好的，要不就先囤着吧。或者说呢，我会说，哎呦，买下来，这是个经典款啊，总是有机会穿的，对吧？然后呢，囤着囤着就忘记了，等到明年此时或者过几个月拿出来呢，就不会再喜欢了。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其实呢，说穿了，我们买东西买的就是，又回到跟之前那个说的那个 tips 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买的是当下的那种感觉，而不是未来3个月或者是明年此时的感觉。现在喜欢，现在就买，现在想穿的衣服呢，就会让你最有热情哦。不要为了未来去考虑，对吧？因为太遥远了，我们还是要活在当下。尤其这一点呢，我觉得在打折的时候特别要提醒大家哦。99.99%的情况下都不要考虑什么反季囤货，因为这样真的大概率就是浪费钱。所以呢，我现在就只买我现在就能穿的衣服，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穿，不然就不买。接着一条呢，是我妈给我的金句啊。虽然我妈读书不多，她也完全不懂时尚，她也很反感我花那么多钱买哦。但是她曾经说过的那一句"好东西买不完"哦，给我很深的印象，到现在都在影响我，我也送给大家。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到，哎呦，我在外面逛街看到一件黑色的上衣，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哦，袖子这里是有一些细节的，好好看啊，我没有买，哎呀，我真的很想买啊，妈妈，你说我要不要再去那里把它买下来？我妈听完之后就很淡定的说，这个世界上好看衣服太多了，怎么你把它全买下来嘛？好东西买不完的。听完之后呢，我顿时就释然了。原来人生中错过一条裙子、一件衣服、一双鞋、一个包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好东西太多了，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买下来的，永远会有更好的东西在等你。相信我，你会不断的遇到更适合你风格、更好的东西，没有什么衣服、鞋子、包包是不能替代的。而且当你的风格呢越来越趋于稳定，对自己越来越了解的时候，钱也是变得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你买的东西呢一定会更好。而且买东西其实也是要讲缘分的，如果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就不要强求。从那以后呢，每次当我犹豫纠结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这句话，好东西买不完的，没关系，下一个会更好。记住哦，错过了这村还有那店。最后一条，那就是买错了应该怎么办？那就错了呗。这一条呢，也是我最近几个月才慢慢悟出来的道理。我以前总觉得买东西一定要买对，千万不可以买错，因为买错的话就是浪费钱啊，我就会觉得很罪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我一旦买错了什么东西啊，也就是说买了之后不用，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傻，好像智商很低，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真的太不堪了，就会拼命的自责，不断的内耗。但是呢，最近几个月来，我慢慢放下了这份执念。买东西嘛，总是会买错的，不可能100%是全对的，就跟生活一样，也不可能生活中每一个决定都是对的呀。生活呢本来就是不完美的，买错了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呢，买错呢也是一个过程。正因为会买错，我慢慢的就会更加的知道我喜欢什么，我适合什么了。再说了，买错也不是世界末日啊。美国这里的二手市场呢非常的发达哦，很多东西呢你买来不喜欢，可以立刻挂到网上卖掉，价格也不错的。我之前呢还分享过一个长影片哦，手把手教学如何在美国那些二手 APP 上面卖东西哦。那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呢，可以点屏幕的右上角复习。所以现在呢，我对自己就会宽容很多，买错就买错了，就当是一个试错、探索、交学费的过程。每一次买错呢，都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下一次挑选东西更加稳准狠。其实啊，生活中很多东西跟买东西买错是一样的，就是不要像以前的我这样对自己那么的苛刻。偶然呢犯个错误，就学着要放下，学着释然，那这样的生活呢才会更加的轻松，不内耗，不自责，不纠结。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这里也总结一下吧。第一，警惕女人一生要有什么什么什么的话术。第二，一定要谨慎购买大爆款。第三，早买早享受。第四，年轻时呢不要买太贵的东西。第五，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第六，买现在立刻马上能穿的东西。第七，好东西买不完。第八，买错了那就买错了吧。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呢我的这些
购物的小贴士能够给大家有所启发。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